女人故意在晚会上摔倒，吸引众人的注意。果然，一个富豪见状，立刻伸出手想要搀扶，女人的目的便也达到了。因为摔倒时，弗瑞达的一只鞋跟不慎折断，富豪见状，只得低下身子帮助她将另外一个鞋跟也掰了下来。所有富豪还询问了弗瑞达的伤势。一旁的闺蜜杰斯见状，直接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了纪念弗瑞达这一高光时刻，闺蜜立刻为她拍照留念。毕竟这个富豪可是圈里有名的单身贵族，关键还有点小帅。刚才的绅士举动也说明了他的为人也十分有涵养。富豪为了照顾弗瑞达的情绪，主动将她和闺蜜介绍给了圈里人认识。在富豪的千招搭线下，弗瑞达渐渐融入进来，也没人去关注刚刚她摔倒的事情。弗瑞达和这些有钱人们一起喝酒吃饭后，富豪史莱特依依不舍地告知弗瑞达这里要去小岛居住几天，随后他便在朋友们的催促下离开了。两姐妹便看着意犹未尽的回忆起了这段奇妙的邂逅。突然史莱克匆匆地跑了回来，邀请了两人一同前往，希望帮着大款的两姐妹自然毫不犹豫地坐上了史莱特的私人飞机，一同前往了度假小岛。却不知已经踏入了有钱人的圈套之中。飞机停稳后，一行人乘坐专车驶向目的地。史莱特在这里斥巨资打造了一栋豪华的别墅，周围的美景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弗瑞达正沉浸在美景之中，却被告知进入这里需要上交手机。弗瑞达和杰斯一开始有些不想接受，史莱特并不在乎这类规矩，比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两姐妹发现周围的人纷纷上交了手机后，也不好意思搞特殊，只能也交了上去。接下来他们将和有钱人一同在美丽的小岛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史莱特给每个人分配的客房都堪比一间豪华的总统套房。表面上弗瑞达表现得见怪不怪，等待史莱特一离开，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这里简直是弗瑞达住过的最好的房间。洗完澡之后，弗瑞达发现自己的房间中还有一款独特的香水，他喷完后走向自己的床时，看到了一套真丝衣裙。弗瑞达刚想换上，却发现闯进来的清洁工举止怪异地走向了自己。 Red Rabbit. Huh? Red Rabbit. I'm sorry. What? 弗瑞达满怀期待着接下来的时光，因此没有将这个小插曲放在心上。他出门后才发现，史莱特为陪同前来的每个女孩都准备了一模一样的着装。弗瑞达因此和杰斯调侃起，这可能是活人献祭的前奏。很快，女孩们被大泳池吸引，她们穿着泳衣在泳池中玩耍。弗瑞达却在一旁看着史莱特的一举一动，险些入迷。他很快就收到了来自竞争对手小美的挑衅。弗瑞达看着小美和史莱特一同共饮了椰子水，只觉得醋意上头，于是他喝了一口酒，佯装枪柱般不停地咳嗽。史莱特见状，立刻走了过来，对他表达了关心。接下来，史莱特带领着弗瑞达一同在小岛上四处欣赏的美景。两个人在倾心交谈时，弗瑞达却再次看到了那个清洁工正在抓捕的毒蛇。他虽然觉得怪异，但并没有表现出来。夜晚，史莱特为大家提供了仪式感十足的烛光晚餐，大家一边交谈一边品尝着美味。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如同多年认识的老友。酒过3巡之后，突然一个男人站起身，拿出了一个神秘小药瓶，邀请了大家一同尝试，手便放在了桌子上。为了吸引史莱特的注意，弗瑞达毫不犹豫地第一个尝试起来。所有史莱特亲自将药水滴进了弗瑞达的嘴中，在他的带领下，其他的女孩们也纷纷进行了尝试。随后他们只觉得大脑异常的亢奋。等待弗瑞达疲惫地躺在床上时，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她的白裙子刚才在吃饭时沾上了番茄酱，如今竟然整洁如新，显得十分诡异。尽管如此，弗瑞达就很快忘记了此事。接下来的每一天，弗瑞达都在和有钱人混在一起，白天在泳池附近游玩，晚上就在烛光晚餐过后喝下了蓝色药剂。接下来便开始醉生梦死的夜生活。弗瑞达和众人一同沉沦着，偶尔还和史莱特单独约会。他突然发现自己身上会莫名多一些伤口，在史莱特询问原因时，弗瑞达却丝毫没有印象。由于史莱特又接受心理治疗，便匆忙离开了。弗瑞达捡起了他的电子烟，准备第二天归还时，却发现自己的指甲盖中竟然充满了泥土。他只觉得恶心，没有来得及深思，便将泥土冲刷了干净。弗瑞达在归还了电子烟后，和史莱特的心理医生瑞奇再次打了个照面。对方对于弗瑞达打招呼熟人的语气表现得有些不自然。 Very nice to meet you. I remember you. From the gala? That's right. 此时的弗瑞达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夜晚，女孩们和富豪们正在进行了狂欢派对。突然，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打断了他们。弗瑞达发现杰斯竟然被一条毒蛇咬伤了。史莱特冲了出来，拿着酒瓶将蛇砸成了肉泥。索德查看起了杰斯的伤口后，便凭借着经验断言，虽然这条蛇有毒，但那杰斯肯定不会受影响。但那杰斯却担心自己葬身于死。由于小岛周围没有医院，他此时一心想拿回手机拨打求救电话。弗瑞达却明白，这也意味着他们会因此离开。突然，杰斯告知弗瑞达，这个地方有点奇怪。殊不知，弗瑞达此时已经鬼迷心窍。他为了每天能够在富豪的地盘享受了有钱人的待遇，竟然恳求了中了蛇毒的闺蜜陪着自己留在小岛上继续生活。最终，闺蜜心软的留了下来。
在众人推杯换盏之间，杰斯因为蛇毒发作流起了鼻血。接下来，他便神秘地消失在了小岛上。醒来后的弗瑞达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常。他闲着没事，在小岛上散步时，突然发现了一个礼盒的袋子。弗瑞达捡起袋子后，便发现了一栋红房子就在不远处。他好奇地走进房子中冒险，却发现里面陈列着许多礼品盒。突然，弗瑞达听到礼物传来的响动，便走过去打开了小门，却发现了奇怪的清洁工。考虑到对方或许有些智力问题，弗瑞达对他多了一些耐心。清洁工对他笑了笑后，将自己手中装了绿色液体的瓶子递给了弗瑞达。弗瑞达毫不犹豫地喝了一口，却被里面浓烈的味道呛住了。随后他才知道清洁工给自己的竟然是蛇毒。弗瑞达吓得连忙离开了房子，清洁工却一直重复了一个称呼。喝完药酒后的弗瑞达突然变得奇怪起来，他被噩梦惊醒后，便不再和众人一起嬉戏打闹。经理小美第一个注意到了他的异常，在大家一同晒日光浴时，弗瑞达看着众人传递的打火机，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闺蜜杰斯已经失踪了许久。然而接下来女生们的话却让弗瑞达感觉到细思极恐，她们对杰斯的存在似乎毫无印象。弗瑞达不甘心地跑向了闺蜜的房间，却发现已经变成了仓库。弗瑞达这才想起来，大家每天早上醒来总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自己的指甲里总能堆满泥土，有人的额头上被画上了奇怪的图案，有人的刘海被剪得凌乱，甚至有人眼眶带伤，但是大家却不清楚任何原因。弗瑞达躲到房间中，不停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试图让自己清醒过来，却发现一个男人寻找的刀具掉落在了自己的房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美在此时敲开了弗瑞达的房门，她将写着杰斯名字的打火机递了过来。小美虽然也不记得杰斯的存在，但她很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之处，两个情敌因此深入讨论起来。接着弗瑞达才发现，随行的女生们和史莱特竟然都是第一天认识。搜小美也亮出了自己身上突然出现的伤口，觉得自己也有些摸不清头脑。虽然他们每天都奢靡的活着，但是小美隐约地察觉到自己本身似乎并不开心。两个女生突然意识到，看似美好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她们显然被史莱特用一种遗忘药剂控制，由于没有证据，她们也不能贸然报警。弗瑞达先带领着小美来到了之前自己去过的红房子，将蛇毒制成药酒递给了小美。弗瑞达表示自己就是喝了这个酒才清醒过来，所以小美便也不设防地喝了一口。为了唤醒其他的姐妹，小美便和弗瑞达以喝酒的名义哄骗着他们喝了下去。弗瑞达得知富豪们一同出海钓鱼后，便决定独自潜入史莱特的房间，将自己的手机偷出来报警。在此的弗瑞达和小美在蛇毒的作用下流起了鼻血，他们开始回想起了更多遗忘的记忆。小美忍不住哭起来时，却发现富豪们赶了回来。小美为了帮助弗瑞达拖延时间，邀请了史莱特喝酒，不料对方坚持的回房间换衣服，小美只能尽可能的大声说话，提醒了弗瑞达。此时弗瑞达已经打开了锁着的柜子，他却悲催的发现手机已经没了信号。由于听到了小美的声音，弗瑞达立刻决定将东西恢复原位，准备撤离，却在匆忙之间打翻了一个箱子，里面许多照片洒了出来。弗瑞达发现所有人都在举着那个红色的礼盒，他却来不及细思，只因此时史莱特已经打开了门。他连忙将剩下的照片塞进了自己的衣服中，缩躲在了桌子下方。随着弗瑞达的鼻子再次流出了鼻血，一些碎片化的记忆开始出现在了脑海中。他想起来自己如同戏语工具一般被富豪们轮流玩弄着，自己的闺蜜杰斯就是因为蛇毒清醒了过来，因此惨遭杀害。由于有神秘药水的存在，女孩们逐渐忘记了痛苦的记忆。弗瑞达忍不住流下眼泪，她死死捂住自己的嘴，防止发出任何声音。趁着史莱特没注意时，弗瑞达从侧门中逃了出来。他后怕地找到了小美，两人佯装镇定地讨论着接下来的计划。即将到晚餐的时间，这也意味着狩猎游戏即将再次上演。弗瑞达和小美却只能继续配合地服演下去。为了避免露馅，两人只好上桌热舞烘托气氛，却不料其他两个女孩在此时突然蛇毒发作。女孩突然想起自己每天晚上都会被当作玩物一般对待，她愤怒地用利器狂屠了准备继续侵犯自己的人，一场厮杀就此展开。富豪们被他们日夜欺辱的女性反杀，场面一度陷入混乱之中。安保却在此时持枪出现，无情地将一个女孩射杀。弗瑞达快速地躲进了树林，却还得被安保追了上来。好在小美接着出现，救下了弗瑞达。小美趁机捡起手枪和弗瑞达分开行动。此时小帅还有些不明所以，他看着同伴们凶残的伤口，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崩溃。史莱特在此时缓缓地走向了双手被束缚的爆炸头，狠狠地踩向了他的喉咙，直到对方彻底死亡。弗瑞达在奔跑时不慎摔倒，藏在衣服里面的照片也在此时掉在了地上。突然他惊恐地发现自己曾经就来过小岛上，当时就是涂着红色兔子的美甲。随着同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喝下蛇毒的女仆找到了弗瑞达询问起缘由，他却丝毫没有感谢的心思。在长久的熏陶下，女仆宁愿自己遗忘的所有，每天快乐地活着。弗瑞达见对方如此不知感恩，决定持刀将其反杀。所有弗瑞达和小美结合在一起，决定一同杀向史莱特的老巢。弗瑞达装作求助的模样敲响了房门，不知情的小帅打开门后便被小美射杀。弗瑞达趁机闯了进来，和史莱特扭打在了一起。奈何男女铁的悬殊，弗瑞达很快被制服。
使得他再次回想起了一些痛苦的遭遇。当年弗瑞达也曾被骗上小岛过，他如同玩物一般，被富豪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曾经的一位富豪，就是因为弗瑞达失去了一根小指。史莱特不介意帮助弗瑞达仔细的回想一下当初的事情，却不料弗瑞达也在此时用玻璃碎片划开了束缚自己双手的布条。史莱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错，反倒认为自己帮助弗瑞达遗忘了痛苦的记忆，对方应该感谢他。随着小美见弗瑞达迟迟不出来，使用子弹射起了门，被惊动的史莱特随手将自己的电子烟放在了一旁，便出门去追赶起了小美。随着小美因为许脚印暴露了自己，史莱特将她捉到了房间中，却发现弗瑞达正举着刀对准自己。史莱特不以为然地抢了过来，并习惯性地抽了一口电子烟，随后他便在弗瑞达的祈求声中准备将小美杀掉。突然史莱特扔下了刀子，他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有些不明状况。原来弗瑞达已经意识到史莱特准备的香水才是让人遗忘记忆的关键，于是他给电子烟中加了料。小美和弗瑞达逃了出来后，点燃了豪宅。弗瑞达坚决地选择了将昏迷的史莱特拖了出来，从此两人分道扬镳。等待的弗瑞达在他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他已经成为了史莱特的妻子。曾经与史莱特同流合污的瑞奇被弗瑞达直接送到了警局，如今弗瑞达完全掌控着史莱特的商业帝国，逆袭成为了人上人。